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汉。今天要搭公车去哪里呢？上一次我们在台中14路的影片里面提到，这次要跟大家介绍台中大，从刑务所演武场出发，经过北屯路、东山路、布仔坑，最后抵达国军台中总医院，那么就是15路喽。今天的影片除了带大家去逛逛大坑9号步道，还有大坑山区一圈，还会带大家去森林公园观看落雨中的秘境哦。这座森林公园有695棵原生树林，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在开始之前，欢迎大家先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咯。地方呢是台中的刑务所演武场哦。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呢？我们要来录15路哈，15路的起点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会一路经过大坑，再到台中的这个国军总医院哦。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出发，走喽！在开始介绍15路之前，我们先在15路的起点这里介绍刑务所演武场。刑务所演武场位于台中的林森路。1937年兴建，是司狱官、警察日常练武的武道馆舍。演武场里面的建筑群保留得相当完整，除了一进来看到的演武场主体建筑之外，还有东侧的附属建筑，设有神龛、柔道场、剑道场等等。建筑的形式属于日本时期典型的演武场，坐基台高。地面仿木结构以及壁柱式样，屋顶陆母式屋顶建造，有大型鬼瓦以及薄风板装饰。刑务所演武场重新装修完成之后，目前是国家漫画博物馆的筹备处，所以这里会展览各式各样的动漫。因为录影当天有展览，里面是不可以拿着摄影机进去拍摄。所以阿汉只能在外面拍个建筑给大家观赏咯。台中市公车在1972年5月1日新辟4条路线，其中一条就是15路，当时被称为布仔坑线，是大坑早期的路线之一。15路以前在绿川东站发车，绿川东站撤除之后，15路才延伸至稻荷六艺文化馆，也就是现在的刑务所演武场。15路以前是属于台东市公车，只有开到布仔坑这一带。在台东县市合并之后，2013年2月18日开始，才延驶到国军台中总医院，沿着太原路3段、大兴路绕一圈进入国军台中总医院。您还记得北屯路跟进化路的路口中间有一座圆环吗？这座圆环就是北屯圆环。1971年3月6日启用，在1993年拆除。另外，以前的陆军803总医院就在北屯圆环的附近，后来迁移到太平的中山路2段现在的位置。等搭到15路的终点就会看到咯。
我们现在抵达的地方叫做大坑口，位在文心路、东山路、北屯路的交叉路口。日本时代，这里是前往大坑的通道口。因为受到大里溪支流切割猴科山的河谷地形影响，早期在山上工作的居民或是上学的小朋友，需要仰赖吊桥甚至涉水才能通行。不过在东山公路辟建之后，终于有一条正式的道路，提供人车安全的行走。目前东山路已经拓宽成现今的模样。现在我们的生活这么方便，但是很难想象以前的人要走路到目的地是多么的辛苦啊！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是水井头，水井头早在日本时代就有聚落，称呼为水井头庄，大概就是今天水井里的范围。水井头的旧聚落是在井贤路的北侧那一带，大概是在汉西东路2段跟井贤6路的之间开始发展。不过目前的旧聚落被划分为台中的10期重划区，旧的建筑几乎都拆除了。现在想要找到旧的聚落的遗迹，几乎是看不到的。台中的东山路以前旧称是东山公路，这条公路是在1963年辟建完工。当时辟建道路的理由很简单，那么就是促进农村经济以及交通的发展。辟建完成的初期，那时候的道路还是碎石子路，在地方政府增加预算之后才改建成柏油路。在过去，这一条是前往大坑地区唯一的交通要道，但是随着步子地区完成市地重划，现在连外道路不限从东山路通往大坑，可以从太原路接步子路至大坑圆环后连上东山路2段，也可以从太平前往步子地区再通往大坑。在东山路上面有一座大坑圆环，这座圆环的由来很有趣，是因为有一棵枫香树生长非常的快，生长出来的树枝横条影响了当地的交通，所以台东市政府先做修剪，修剪成一幅圆冠状的树荫，然后再建造一座圆环来围住。大坑圆环是这样出现的。不过在1971年的时候，台东市政府希望将道路拓宽，将大坑圆环拆除一半，引来当地居民的反对。最后在协调之下，决定将道路拓宽的范围缩小，才平息众怒。目前圆环依旧仍然在，旁边还有座福德祠，护佑当地的居民。我们现在走在步子路上，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步子呢？原因是因为当地早期的农田主要种植制糖用的白甘蔗，并且设有糖部，也就是制糖的场所。当时大坑地区都集中在这个地方制糖，然后当地的居民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坡啊。目前步子里有好几个新建完成的新社区，人口成长非常的快。目前步子里人口大约有 2.7 万人，是全台东市人口最多的里。而步子里刚好也位在旧台东县市的交界处，步子路往南就能衔接长安东路，在过去就是太平区。我们抵达了国军的台中总医院，15路的终点就开到这边。从台东车站到这里大约50分钟。国军台中总医院大约是1950年在北屯区设立，直到1980年才迁移到太平区现在的这个位置。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进去坪林森林公园。这座公园不是位在新北市的坪林哦，那就误会大了。坪林森林公园位在太平区的境内，就在国军台中总医院的对面，但是请从前面的入口走进来哦。现在坪林森林公园旁边多了太平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当然里面也有儿童专用的运动设施。刚好阿汉录影的当天
是试营运期间，目前已经正式启用喽。坪林森林公园以前是国防部坪林营区的一部分。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国防部将日本时代的东飞行场部分土地改成坪林营区，作为中华民国国军新兵训练、驾训中心以及各种军种屯扎使用。不过1990年代之后，营区的周边人口逐年增加，加上营区旁边的国立勤益技术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之后，面临校地不足的问题，使得坪林营区必须要迁移。2009年，坪林营区迁移之后，一部分无偿移拨作为国立勤益科技大学的校地，另一部分的营区改为公园用地。2015年4月21日完工启用，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坪林森林公园。改为森林公园之后，生态池周边有清水木栈道，公园内的中央位置是户外展演广场。公园内种植了695棵的原生树林，包含落羽松在内。这里的落羽松在阳光照射之下，从环湖步道看下去相当的漂亮。录影当天，落羽松还没有完全变色。这部影片上映大约是12月底。也许你在过去到坪林森林公园看到的落羽松景色肯定会大大的不同哦。坪林森林公园逛完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爬山的行程。阿汉在路以15路的前一天，有先过去大坑9号步道走走。9号步道大约是在2005年的10月建造完成，是最多人从大坑登山的地方。现在变得非常热闹，沿线就像小型的菜市场或市集，各式各样的商品，不管吃的喝的，通通都能买得到。现在步道口前面有大大的标示，你可以选择9号，或是往前走到9之1号的步道登山。9号步道一上去是陡坡，比较少有阶梯，对于登山新手来说，爬起来非常轻松哦。而且现在沿线都有观景平台，可以远眺台东11期重划区的景观。阿汉，我已经超过7年没有来到这了。上次来这里是带几个3、5好友来进山，没有爬完整个9号步道。这次决定一口气全部爬完，继续往前走到新型的观景平台以及观音亭。大坑9号步道后半段是阶梯，穿过阶梯之后，后面就可以到新型的观景平台。从观景平台可以看见整个大坑的山丘景色。
轻型的观景平台前面就是10号步道口，不过上次台风来袭，夹带庞大雨量，造成10号步道部分坍塌，目前正在封闭维修当中。如果要等到维修完毕，预计要等到明年咯。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前面的这个广场，左右两方是6号步道口，可以通往7号、8号步道、风洞石公园。想要继续挑战的朋友，可以继续往前登山。不过我今天的目的地是观音亭，从前面的斜坡往下走就可以到咯。这边就是9号步道的终点观音亭你可以看到这边很多人在拜拜那你如果想要观景的话呢，后面有观景台那最后面一大片呢都是休息区如果爬山爬累了，你可以在这里休息，旁边也有饮水机。观音亭是9号步道的终点，重新整修开放之后，不少民众在这里休息观景。现在新的平台是上下双层弧形的设计，平台内部规划绿地广场以及环状步道，坡道的无障碍设计让走路更加轻松。如果口渴，旁边还有一台饮水机可以饮水我们现在要往回走，9号步道的缺点就是比较绕路。那你会不会问说，有没有捷径呢？有，等等我下山会走9之1号的步道。这条步道只有短短的 0.6 公里，比较不会绕路，一样可以衔接9号步道口前面的市集。现在带各位走的呢，这条是9之1号步道可以说是9号步道的支线捷径这条只有大概短短的500多公尺左右所以很快呢就可以下山咯。今天台中15路的影片导览很精彩吧？除了告诉大家东山公路的由来，还有给大家看到美丽的落雨松秘境，最后带大家去9号步道，满满的内容相当精彩。不过我走了将近2.5公里呢，真的是累了啦。今天的录影也接近尾声，下一回我们要说什么路线呢？大家敬请期待咯。好了，带大家逛完这个森林公园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啦。我是阿汉，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拜拜。